游戏开始前，展示一下本视频所用到的模组，只需要订阅这个模组即可。事先声明，本系列视频仅为兵棋推演，请勿过度理解。好，我们接着来录新东亚的第4集。在上一集的结尾，我们成功打赢了包括武汉会战在内的一系列会战，但是因为会战所需的人员装备消耗量太大，我们不得不选择继续后撤了。我们做视频主打一个顺风吹牛皮，逆风讲道理。之前看评论发现很多人不理解新东亚这个模组，也在贴吧看到许多喷这个模组的，主要喷的也是这个模组各种 debuff 根本没法玩。我觉得这也没啥好纠结的，新东亚这个模组重在体验而不是挑战虽然这个模组有不少投机取巧的办法，比如卡 AI 划线逻辑打赢松户啥的毕竟放口袋阵这招我也常用，但是为了体验整个模组内容，不枉制作组一番苦心我会尽量去模拟着打赢每一场会战的。可能到这边就有观众会有问题，为什么要打赢会战当然这个会战是可以不打的，也可以打输了，但是这样的话就会掉很多点数而且人力扣的也多，这些会战实质上都是扣人力的。如果我不打，这视频做出来也不好看，我完全可以开局就把部队往四川一拉，开始挂机。我知道有很多观众是想亲自玩这个模组的，但是因为难度又不敢玩这就体现出我这个视频的意义了。我出这系列主要就是带大家受苦，估计也有很多粉丝就是想看我受苦才天天催我玩这个模组还好我很久以前玩过一次，知道这个模组的具体路数，所以到现在心态都没崩。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我心态不崩，我这个战线也是崩了，这波估计是顶不住了，我们还是趁早转进四川吧。这个是真没办法，其实我也想继续扛下去，但是装备数量已经不够了，再硬扛就要翻车了。这系列视频为了做到纯实况的效果，我到现在也没有看过具体攻略，所以国策都是乱点的，打法就是边打边撤。现在除了转进四川，我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了。好，废话说完了，我们继续来打这个存档。之前看评论区有人告诉我说这个汉口不能掉了之后这个舰炮支援吃不消，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在舰炮支援的范围内了，周边这几格都是带这个舰炮支援的就很离谱了。我之前玩的时候都没注意，整个武汉地区每一格都是有这个舰炮支援的，也就是日军进攻的时候都有这个 50% 的额外加成这个也太离谱了。所以我就说怎么感觉比旧版本还难守旧版本的话我们点国策还能在这边刷一排碉堡呢，现在放在这边跟放在平原上面没什么区别我们这个河流加地形也才减了一点点，它这个地区直接给它加回去了。然后就是改编制的问题了，我们之前已经点完这个南越军事会议了，现在应该是可以改编制了，但是我没什么枪，所以这个编制改了跟没改也没什么区别。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删一些部队可以把前线这些经验非常差的部队全删掉，然后一些经验比较多的部队我们可以改成这个调整师或者教导师，毕竟我们这个库存里面还是有一点炮可以用的。这边看了一下，这个苏联军援第3波又可以点了，我们再运第3波军援。接下来我们就先做一些删部队的操作吧，像这种部队直接删了不用想了，没什么用。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就算我把这个广州守住了，日军也是会到处登陆的，我们到时候这个线都没办法填，所以我们还是早做撤退的打算比较好。我们在这边删部队的同时，顺便把我们这个将领调整一下，把他们每个人都弄得差不多的师。像这种名称带着独立旅的部队，我们是第一个要删的，因为它这个编制最差，这个枪基本上也没几条了。删了一点部队之后，人力又回来一点，我们又可以把这个飞机给它招出来了，然后再找这个美国申请贷款听评论区说这个美国贷款后面给的很多。
这个事件我就有点绷不住了。这个汪兆铭出逃越南河内，解锁了刺杀汪兆铭的行动，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建这个间谍机构啊。虽然点国策可以拿一个间谍，但是我觉得没必要，我就没点。结果他给我跑到越南去了。看一下这个间谍活动啊，这不是经典的冰岛行动吗？这个需要我们在这个越南有 30% 的情报网，这个得提前建啊，我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跑到越南去。看样子应该是管不了了，因为我们光这个统计局就要点21天，然后拿到间谍还要30天，建完情报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之前一直看到有人说让我去用这个间谍压对面的计划值，我觉得没必要啊，因为我们撤退的太快了，很可能有的时候还没有压到，对面就已经进攻到下一个点了。而且他这个间谍机构只送我们一个间谍，如果我们这一个间谍被对面抓了，那我们就直接雪崩了啊！如果他送3个间谍的话，我就可能考虑一下了。目前这个武汉是真没办法守啊，对面有这个舰炮加成，我根本顶不住，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是退守一下这个长沙，然后再退守我们的最终地点常德啊。实在不行，我们就退守这个四川。这个事件我越来越绷不住了，怎么还扣我们政治点呢？而且他直接加入了这个什么维新政府啊，又出来一个假和谈行动。关于这个后面的事件我真的管不了，因为我也没有玩过，我不知道他这个汪精卫会扣我们政治点啊。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刷一点政治点。这日军还是太离谱啊，跨河都能打150，我们这个蹲坑永远只有10几点的数值，真不知道怎么赢。可能是因为日军进攻是整体划线的原因啊，他只要有一个点打不下来，他就会一直冲这个点。我们居然奇迹般的打赢了这个上高会战啊！要知道我们这个下方基本上已经没几个师了，我刚刚又删了一批，现在已经精简到每格只有2、3个师了，有些格子我都不敢放兵。本次会战，日军在付出 2.2 万人伤亡的代价后撤出战场，中国军队乘胜追击，克复沿途城镇，以1:1的战损比取得了本次会战的全面胜利。反正我们现在只要没人了就删点部队啊，总会有人的，不用怕这个人力不够啊，直到我们删到没有师为止。现在就着重防守几个点，估计日军还在等下一波计划值。这个事件越来越离谱了，他这个成立伪政府居然扣了我们50点政治点数啊！我们现在只剩18点了，这个扣了就没了呀！赶紧再点一个申请贷款啊，先用掉。这边有些部队这个补给实在不足，我们还是专门用这个卡车来运补给吧。然后上面这边也是一样的都给一个将，然后让他们开卡车。其余的部队我们依然是选择合并啊，趁这个日军还没有大举进攻，我们把能合并的都合并一下。总的来说，我们是没必要给这些将领升军衔的，我们合并就又有将可以用了。
这个日军不讲武德啊，已经开始乱钻了。他这个部队跑得比我们撤退的都快，我这个有点跑不过他了，直接把广州给我偷了。这个没办法，我们继续后退吧。实在不行就先撤到桂林去吧。这边有一个衡阳要守，但是下面好像没什么会战。我们还是先把这个常德到衡阳一线给守住啊，争取先把这个长沙会战打赢。好，通过我们一段时间的这个强行防守啊，总算是把这个长沙给守住了。我感觉我这个将换的手都要点不过来了。此次会战，中国军队以4万多人的伤亡给日军造成约1万人的损失，并守住了长沙。会战以双方回到战前态势结束。我感觉到现在也没有回到战前态势啊，我们这个开了无数个强手才守住啊。目前南方这边应该整块都丢了，而且这个地图开始出现这种奇怪的颜色了，这个应该是批设自己的问题。我们现在准备用一个师留守一下海南岛啊，把我们这个船给守住，这个船别丢了。然后剩下来的部队还是想办法先缩进贵州吧，这边还是有不少山脉可以堵一下的。到时候利用这个日军不会翻山的特点啊，我们强行卡一个 AI 逻辑。我之前还特意去看了一下上个版本我是怎么守的，我最后就是靠这个 AI 划线进攻的时候一直在冲这个不可逾越的地形，然后把它给拖住了。这边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地形的问题啊 ，AI 过了江之后拿下荆州很容易，而且直接就已经打到常德附近了。我们也退不回去了，这个河是没办法守了，但是常德是一座城市，后面还有山，应该好守一点。因为襄阳已经掉了，所以我们这个汉水守的意义也不大了。其实这些部队已经可以局部的往后撤退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兵去帮忙这个北线防守了，所以这边只能让 AI 自求多福了。感觉日军好像一直在调兵，所以北边的部队也没有往前进攻。
之前看评论区说我人力不够，是因为我没有点右边这个提高素质的国策。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只能点那么多国策，所以这个也没来得及点。现在我们总算是点到下面了，这边应该是可以点这个国民精神总动员了。这边我们依然是通过无限开这个强手，拿这个人力强行换赢了这个长沙会战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日军这么执着于进攻长沙，他这个周围的地区部队全在轮换进攻啊，我们这个防守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此次会战，中国军队付出5.4万伤亡的代价，给日军造成了近万人的损失，勉强守住了长沙。是不是还有下一次长沙会战啊？果然还有第3次长沙会战。这个一次比一次难守啊，我们再守下去要没人了，这个人力已经透支很多了。我们想开这个有限征兵的话，得至少存225的政治点，但是这个模组根本就没有政治点，我到现在内阁都没有上，所以我真不知道这个政治点怎么来啊。他这个只能改部分动员，并不是改我们征兵法案。我们现在唯一能提高人力的办法，就是待会儿点这个院校内迁，再点一个实施战时非常教育，能额外拿10%的人口修正啊，这个其实也没有多少。好，我们这边总算是打赢了常德会战，不过因为我之前没注意啊，把这个汉水给丢了。现在这个常德这边也是非常难守的，我已经考虑是不是要退入这个山口来进行防守了。毕竟这一条线基本上都很难吃到补给啊，因为被推得太快，我们都已经可以组织这个重庆会战了。这边先点一下吧，这个桂南会战目前还组织不了。这个也实在没有办法，我们这个兵力全在北边啊，这个南方就没几个师了。我们之前又精简了一波部队，现在更没剩几个了。这边我们决定还是先把这个船全部自沉了啊，这样的话还能释放一点人员出来，不然待会儿被日军占了港口，我们这个船就彻底没了。打到这边我已经不想玩了，基本上算是弹尽粮绝了。我怎么感觉这个新版的新东亚比旧版的还要难得多呀？感觉好像是把这个日军的划线给优化过了，打得不像以前那样经常会因为一个点其他点就不进攻了，现在好像是分开来进攻的，打得特别有秩序。接下来这个桂南桂北也没法守了，我们可能死守一下这个桂林吧，然后再找这个滇军要2个师啊，到时候把后面几个山口堵一下，我们就做一个这个环重庆的防御圈好了。总的来说，接着打还不如重开，我们还不如开局的时候用点套路把这个淞沪的日军给吃了，这不就随便打了吗？就先这样吧，毕竟是剧情体验类模组，如果大家还想继续看我受苦，那就踊跃投币吧。